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从这期视频开始我打算给大家开一个新的系列合集，就是 Claude Code 系列。Claude Code 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生产力工具，它是一款通用的 agent。它不仅可以编写代码，还可以执行非常多的具体的任务，让大模型长出了手和脚。它有非常多的场景和应用的方式技巧。最近火爆全网的 Claudebot 那个龙虾的应用也是基于 Claude Code 它的框架下面完成的。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会讲的比较详细，从入门到精通，即使你是之前完全没有写过代码的超级小白，也能够上手。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一直在制定编程的相关标准。去了解和熟悉 Claude Code 整个的使用，不仅能够提高你的生产力，还能够把你的能力象限进行扩展和迁移。给大家稍微展望一下我未来要讲的系列内容，里面会包含 Claude Code 加 Cowork、Claude Code 接入国内的大模型，如何低成本的使用这个生产力工具 ，Claude Code 加 MCP、Claude Code 加 CDP、Claude Code 加 AutoGym、Claude Code 加 GitHub 各种项目的部署和修改 ，Claude Code 加 Skill 这个概念呢，现在也比较火。实际上 Skill 是1个月多前 Claude Code 开始提出的定义的一个新的标准和范式。现在呢，很多国内国外的工具都会在纷纷的接入 Skill。我也会跟大家讲怎么构建自己的 Skill 的实质是什么，怎么用它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我还会讲 CC 加 Remotion， 在 Claude Code 的框架下来生产视频。当然，最近很火的 Claudebot 的部署应用和它的一些玩法场景，还有大家比较火的 Code 加 Skill 或者 Open Code 相关的比较火的一些工具和概念，都会在这个系列里面去给大家做呈现和讲解。我整个的讲解会尽可能的比较细，让你即使是一个超级小白，你也可以完全跟着一步步落地。当然，每个人的电脑的生产环境，包括你之前部署的环境，会有一些差异，导致在处理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但是我也会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和思路。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有经验的使用者，我相信整个的场景应用系列的合集也会对你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如果你不想错过后面的系列更新和其他 AI 科技相关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关注我的账号林姐说 AI。这期视频是系列合集的第1期，我给大家完整的介绍一下 Claude Code， 并且会详细的讲解怎么在 WSL 下安装 Claude Code， 并且重点来了，接入国内的模型。如果说直接使用 Claude Code， 它的官方的 Anthropic 的模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是你想低成本的、相对稳定的接入国内模型，这里很有技巧。其实这个方法我在1个月前已经写好了文档，跑通过、跑顺过。最后呢，会简单讲解一下接入 Skill 的一个初步应用体验。第一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Claude Code 它是什么，能做什么。这里是 GitHub Claude Code 它的页面。在它的项目介绍，它是这么介绍自己的 ：Claude Code 是一款存在于终端的代理编码工具，它帮你更好的完成代码。如果只是把 Claude Code 理解为一个代码工具就太狭隘了。实际上，它可以执行非常多的通用型的任务。如果说我们传统的聊天窗口和大模型沟通是和大脑在对话，那么 Claude Code 就是让大模型这个大脑长出了手和脚。它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生产力工具。不过呢，它主要面向的客户是 B 端，所以对于 C 端，甚至对于一些小白用户其实并不友好。Anthropic 这家公司呢，它主要的客户就是 B 端的客户，因为 B 端的企业他们有切切实实的需求，用 Claude Code 能够帮助他们切实的去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不要看 OpenAI 7个亿的用户非常的光鲜，声量也很大。其实它的营收并不如 Anthropic。在2024年的时候 ，Anthropic 它的营收达到了10亿美金，在2025年的时候应该是更高的，我估计是20、30亿美金。Claude Code 在广大的用户间没有广泛的普及，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应用它的学习和使用确实有门槛，这也是大家学会使用这个工具，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心理课，就是很多人他对命令行这种交互方式有天生的恐惧，大部分人会更加习惯网页端、窗口端的沟通。所以大家在学这个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信念，就是命令行实际上是比网页更加友好的东西。只要大家慢慢的去适应了、习惯了，后面就会很好。
因为命令行它是简单、纯粹、精确的，它不会存在语义模糊的问题。我会开这个系列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我整个频道的讲解里面会非常强调 AI 思维的训练和升级。当你在用 Claude Code 的框架这样的方式去沟通的时候啊，这种命令行的交互方式会比较训练人的思维，它会强迫你规范化、结构化的思考。我前面铺垫了这么多，把 Claude Code 讲得这么好，实际上啊，在我心中它是一个带刺的玫瑰。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非常重要，就是 Claude 的账户非常容易被封。我曾经就被封了一个 Claude 账户，直接封的我就伤心了，所以很长时间呢，我也没有怎么做这个系列。Claude 整个的账户体系，如果说你人在中国国内的话，你的使用的体验不会很好，因为这家公司啊，它本身的营收比较好，它也不在乎中国市场，所以它对整个的网络环境的限制和要求会非常的高。Claude 的账户应该是在所有的账户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了。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说使用他们官方的这个模型的 API 的这个调用成本啊，是相对比较高的。当然我得承认他们的模型本身的质量和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针对某些任务啊，它的整个的运行调用的成本确实相对比较高。不过相比而言，还是那个封账号的问题更加致命一点，干着干着号没了，真的有点受不了。所以1个月前我是做了一个教程，在 Claude 里面接入国内的大模型。这里啊，我采用的是接入 Kimi K2 的模型啊，当时 K2 是刚出来，我整个流程也跑通了。当时啊有点事情耽误了，没有做成教程。这几天我在用的时候，突然发现跑不通了。我发现啊，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国内的大模型公司啊，提供了专门的 coding plan， 并且给出了官方的文档指引，怎么在 Claude Code 去接入国内的模型。比如说你看到这里啊，这个就是千问阿里百炼平台的这个网站，在这里面它有专门的文档跟大家去讲解怎么去运行 Claude Code， 在 Claude Code 里面去接入千问的模型。同时啊，我在火山引擎啊、质朴啊他们的这种官方的文档里面都有类似的文档，但是我发现这些官方的文档这几天都失效了，都不可用。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我按照原来的方法接入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Kimi K2 Turbo Preview。实际上，我现在这个模型它 API 接口是接入的，但是我实际在和它对话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这个地方它给我返回了401，他说我的这个授权是失效的，而实际上在1个月前我在写这个文本的时候，这个文本教程的时候，它是跑得通的，它是没问题的。现在的情况相当于是我的整个的外部的国内的模型 API 实际上是嵌入成功的，但是调用失败。我估计啊，是 Anthropic 公司发现了很多中国的模型公司开始出众 coding 计划，批量的去接入 Claude Code。你现在好了，只把我当工具当入口，背后的这个生态模型你不用我们家的，这他肯定受不了。后面我测试发现，它是通过设置调用这个接口优先级的方式，让整个的对话失效。虽然说我接入了，但是它在整个的应用里面设置了我要优先去调用它的官方的模型，所以我每一次的调用失败，它设置我没有授权成功。果然是盈利好，钱多任性，反正他对中国的市场也不是非常的看重，而且据说这个 CEO 他是在中国的一家公司，应该是百度工作过，所以他对中国的这种整个的使用者非常的不友好。这2天呢，我研究出一种新方法，在接下来的安装应用里面，我会教大家怎么安装 Claude Code， 并接入国内的模型。第2个部分，我们进入 Claude Code 的 WS 安装以及如何接入国内模型的操作过程。我这里采用的安装方式是用 WSL 的方式安装。我认为啊，在虚拟的环境下安装，它的整个的数据操作更加干净，更加不容易受到污染，而且对于本机的程序和数据啊，也是一种程度的保护。为了避免等会儿的安装过程中断，我们还要准备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国内大模型的 API key。国内的大部分模型都是支持接入 Claude Code 的，比如我之前跑过的 Kimi， 还有火山引擎的豆包模型、质朴的模型 GLM、Minimax。我们这里的演示以阿里云旗下的模型服务为例，其他的大模型它的调用也是类似的。看到这个阿里云百炼的网站，我们点到这里的模型服务，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模型的介绍，我们可以点到我们感兴趣之后想在 Claude Code 里面调用的模型啊，点进去，在这里会有这个模型的 code， 我们可以复制这里的模型 code 放在文档里面待用，在之后啊我们的调用命里面会用到，并且啊在这个网站我们去创建我们的 API 调用接口，点到这里的密钥管理，再点击这里的创建 API key， 创建完成之后呢，复制这里的 API key。放在自己的文档里面备用，
并且大家记得往自己的账户里面充一点费用，充个10几20块钱先用着，或者是买这个模型服务商提供的 Coding Plan 的整个的服务包。特别说明一下，这右上角有多个地域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在这里我选的是华北2。因为你选择的地域不同，最后呢，你调用的这个代码的可用性可能会有一些成功与否的差别。大家可以根据我之后给出的一个命令行，大家作为参考，根据自己的地域进行一个微调。如果说你为了省事儿，你可以跟我一样选择一样的地域，像我这里选的是华北2，你和我保持一致，这样我给你的命令行，大家也是可以直接复刻使用的。我现在所使用的电脑系统是 Windows。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安装乌班图系统，在左下角这个位置点击窗口这里找到终端 Windows PowerShell。如果这里自己没显示就搜索一下，打开，把这段命令复制进来。这个命令的意思是下载并且安装乌班图应用。复制好了命令，回车，它就开始下载并且安装了。这里虽然是一个命令交互窗口，但是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整个的下载和安装的进程。看到这个窗口它已经显示安装完成了，然后让我创建这个 user account， 然后再回车，回车之后让我输入密码。其实我已经输入了，只是在屏幕上为了防止泄密它没显示。输入完成之后回车就可以了，然后让我继续输入密码。回车之后让我2次输入密码确认，输入完成之后再回车。好，设置完成了。看到这里就代表我把这个乌班图的系统安装好了。这个呢是代表了现在我所在的默认的落点映射到我的对应的我的电脑的 C 盘里面，这里显示了 C 盘 user ABC 的文件夹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到下一步了。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在自己的乌班图的根目录里面去建立自己的 workspace， 建一些新的文件夹，这样子以后的工作不会乱。安装好了之后，我们重新回到窗口，点击这里的开始菜单，就可以看到这里新添加的乌班图，点开这个应用之后我们的主要的命令对话就在这个窗口里面完成。大家看到这里这里是我给大家写的一个非常精简版的教程了，这个是优化过非常版的，总共呢就精简成了2步。第一步是安装 Cloud， 大家把这个代码直接 copy 下来，复制在这个乌班图的系统里面粘贴。好，刚刚命令粘贴过来了然后点击回车，你看它这里显示正在安装最新版的 Cloud Code。看到这里显示了 Cloud Code successfully installed， 安装完成了。只要你看到这个版本号，就代表你安装成功了。这里显示安装的是 2.1.22 的版本。第2条命令是打补丁、配置和封装，这条命令非常的关键，实际上是用这样的方式绕过了 Cloud Code， 把它自己的官方模型设置为最高优先级的这么一个设置，打了一个补丁，做了这样的配置，实际上是在骗这个应用，告诉他这个模型优先级的这个事情已经确认完了，你就赶紧用现在接入的这个模型吧。在这个命令里面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 API key， 刚刚让大家存好的模型的代码编码在这里也用上了，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替换，然后把这个命令复制过去，在自己的文档上面编辑好之后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点击编辑，点击粘贴，就把我刚刚那段文字改好自己的 API key 之后粘贴过来，然后回车。刚刚那2条命令输入完成之后，整个的封装、接入、安装就完成了，是不是特别简单？其实我整个的过程，我自己写头版的教程的时候是有7、8、9个步骤的，很复杂。我是把它整个的封装在一起，让大家变得很简单。这时候你打开这个对话窗口，你就把这条命令发给他，让他启动 Cloud 千问。如果是直接的调用版，你输入 Cloud 就启用它了。这里是一种代理的版本 ，Cloud 千问，然后回车，你看它就进入了你的 Workspace。这里我选择 Yes 回车 and Trust， 它这里问我是否使用这个 API Key， 然后呢，我们要选掉 Yes 通过光标回车到 Yes 这个位置。好，看到没有？已经成功了。我们现在成功的进入了 Cloud Code v2.1.2 的这个版本。看到这里没有？已经显示我成功接入了千问山的 API 接口。我们尝试和他聊天今天星期几？你看在这里它已经可以开始响应你了，这代表你的整个的模型安装接入已经整体完成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说这里报错的是401、403，你的操作没有什么问题大概率是你的 API 的接口
是不是 API 的 key 错了，还有你的区域权限是不是付费出了问题，先去查那些，大概率并不是这个操作过程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在 Cloud Code 上面来操作和体验一下，比如说使用 Cloud Code 上面的一些 skill 来完成一些具体的操作。我们先对这个应用有一个初体验。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命令窗口实际上它的对话和我们在大模型一些聊天窗口的对话也是类似的。比如在这里我直接问一下它有哪些内置的 skill， 它这里告诉我它有几种内置的技能包括了 PDF 还有代码审查的功能。skill 这个模块呢，我会单独的跟大家详细的出一期来讲怎么给它配置相关的技能，有哪些玩法。在这里我们就尝试来使用一下它的 PDF 相关的 skill。接着我打算给它一个任务，让它基于我给的网页链接的内容给我总结一份 PDF 文档。我打算给它的网页是这个是 Google Cloud 上面的一篇文章，讲解什么是 AI 智能体，整个的文本的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比较适合做成 PDF 的总结。我把提示词粘贴进来，在这里我放了网页的链接，提了一些输出的要求，还说了一些实现的要求，然后回车。它就开始工作了。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它会经常去询问这个进程是否要继续、停止、继续，或者是说以后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询问我了，选择信任。那我这里呢就选择信任，回车。这些代码是它的工作过程。在这里它又继续询问我了，是否要生成这个文件。它这里显示这里需要安装所需的依赖包，并且运行脚本来生成 PDF 和文本文件就是我缺了一些依赖的安装包，那么我就同意。在这个过程中Cloud Code 是通过调用底层的阿里千问的模型接口来完成了整个任务的执行。它发现我本身这个虚拟的环境里面没有安装一些 PDF 的插件和一些安装包，它就不停的在尝试了多种方法来完成整个任务。最后呢，它选择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形成了一个 TXT 的文档，并且同步的创建了一个 HTML 格式的版本。这样我可以在浏览器里面直接打开它，并且使用浏览器的打印到 PDF 的功能，轻松的将这个内容转化成 PDF。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最后完成的 PDF 文档，整个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摘要、关键要点、术语解释还是清楚的。如果最后想以 PDF 的格式来保存，可以点击右键这里点击打印，选择打印为 PDF 即可。这期视频是我的 Cloud Code 系列合集的第一期，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的 Cloud Code 应用是什么，可以用来做什么，给大家一步步讲解了如何从0到1完整安装 Cloud Code 的全过程，并且给大家分享了如何快速接入国内模型的方法。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 Cloud Code 对话交互任务的一个初体验，体验了一下它内置的一些 skill。今天的视频只是一个开端，我相信它会给你打开一个生产力的大门。如果不想错过后续的相关精彩的分享，请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你的订阅的小铃铛。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